有2个小偷偷走了我外婆的人生，而那2个小偷的孙女现在就在我面前。答辩不通过，请你出去。宋主任，梁莹莹20岁就拿下全国临床技能大赛金奖，还发表了6篇核心期刊论文，这可是难得的人才啊！凭什么？你才看了几分钟，凭什么否定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的论文第3组临床实验数据与已发表文献的重合率高达90%，还需要我把查仇报告贴在你的脸上吗？我爷爷是梁敬山，省医学会终生会长；我奶奶是国家医学科研会终生专家。你敢卡我？我当然知道你爷爷是谁。何淑仪，你的这篇论文通过了。我要举报何淑仪这篇论文的实验核心数据全部是抄袭孙桂兰同学的。这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写出来的实验记录。何淑仪，你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心血？50年前，我外婆就是这样，被梁敬山和孙桂兰这对伪君子联手构陷，剥夺了学术生涯，偷走了她的未来。做医生，我只认2条铁律：行得正，坐得端。在我这里，你走不通任何捷径。现在，带着你的论文出去。宋主任，他爷爷是梁敬山，您……我知道，但这是我的决定，谁来也改变不了。我爷爷在省教育会坐镇40年，你宋宇算什么东西？你今天敢卡我的资格，我明天就让你在这个行业彻底消失！下一位。宋宇，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他背后是什么背景？他爷爷是梁敬山，省医学会终生会长。梁敬山把这个宝贝孙女看得比命还重，得罪了梁家，你这主任位置还想不想要了？副院长，梁莹莹提交的临床实验数据和我的学生温小棠3年前做出来的成果一模一样。她不仅学术造假，还偷了我学生的论文。那又怎么样？在这个圈子里，人脉背景就是一切。这件事要是收不了场，你这个主任也别想干了。50年前，你爷爷偷了我外婆的实验成果，带着你奶奶走出大山。50年后，你又偷了我学生的论文，站在这里理直气壮。你们梁家偷了50年还没偷够吗？何淑仪同志存在严重学术不端行为，性质恶劣，即日起取消学籍，通报批评。一扇大门关注了他原本无比光明的一生。他们偷走的不仅是一本实验记录，更是一个女孩的一生。我等了20年，2代人的托举，8年本硕博，3年规培，在手术台上杀出来的名声，就是为了今天能坐在这张椅子上，亲口告诉你们梁家，你们不配。孙老师，您慢点，这边请。宋主任，年轻人心浮气躁，犯点错很正常。你安排莹莹下周重新答辩。至于你今年申报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复核，我做主帮你暂缓负面评价。这双手养尊处优，白嫩光滑，连一个保检都没有。可我外婆的手根本不是这样的。外婆的手在黄土地里握了一辈子竹头，直到死都没能再摸过一次听诊器。可那是她一辈子的梦想，一辈子的心血。很抱歉，孙老师，梁莹莹不通过。宋主任，莹莹是全国临床技能大赛金奖得主，发表过6篇核心期刊，专业课年年第一。你不让她毕业，砸她的前途，不觉得太荒唐了吗？在我这儿只有规矩，梁莹莹不通过，这是最终判定。宋宇，年轻人别太气盛，嫌筹码不够，你想要什么，尽管开个价。我相信孙老师应该比我更懂什么是原则，除非在您眼里，原则和医德这种东西是可以随意买卖的。宋宇，你是不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像你这种年轻女医生，我这几十年见得多了，年纪轻轻就能爬到科室主任的位置，
少不了在方熙的床上卖力讨好吧？你能进这次的硕士答辩委员会，好像还是副院长方毅极力推荐的。方毅这个人向来风流，最见不得漂亮的女下属受委屈。50年前，你用卑劣的手段偷走我外婆的学术笔记。50年后，你坐在这里，用这张肮脏的嘴来羞辱我。当年，孙桂兰趁我生病，偷走了我的实验笔记，一笔一画的临摹，说是我抄袭了她。孙桂兰拿着那几页伪造的笔记，彻底毁了外婆的人生。我家老梁在省医学会坐镇40年，整个医学界哪个部门没有他的学生？整个华东地区的各大医院，谁不卖我们梁家3分薄面？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只看学术材料，谁的论文是自己写的，我就让谁过；谁是用脏手段偷来的，就立刻给我滚出去。梁莹莹这篇垃圾论文，在我这儿永远别想通关。好得很，敬酒不吃吃罚酒。宋宇，你给我等着！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科室主任还能当几天！宋宇，你是不是想死？最后警告你一遍，立刻给梁莹莹的答辩论文上签字。副院长，梁莹莹的论文不符合学术规范，不予通过是我的专业决定。你一个刚提拔起来的科室主任，在这跟我谈专业，你知不知道梁老一句话就能让你在整个医学界寸步难行？硕士论文的评议表必须由我这个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才能生效。宋宇，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立刻给梁莹莹签字，否则你今天下午就给我交辞职信，滚出省医院。不必了，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给他打电话？疯子，你这个疯子，你最好能把这件事处理明白。喂，哪位？梁老您好，我是省医院答辩委员会主任宋宇。关于您孙女梁莹莹的事儿，我想当面跟您聊聊。小宋，你的眼睛看起来很眼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梁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坐吧。你认不出我，却记得这双眼睛，这是和外婆一样的眼睛。外婆恨了你一辈子。宋宇，我调查过你的背景，大山里出来的孩子能一路拼到省医院的主任不容易，我也是从大山里出来的，最清楚这条路有多难走。莹莹的事儿，你松个口，让她过去。作为交换，下个月省系会青年理事会换届，我给你留一个常务理事的位置。小宋，这个行业最不缺的就是埋头苦干的技术人才，缺的是登天的人脉和机会。只要你点头，你未来的路我替你铺。梁老，您也是从大山里爬出来的。我其实一直很好奇，您当年往上爬的时候，脚下踩着的又是谁的骨头？你这话里有话呀。现在的年轻人总喜欢去翻档案室里那些陈年旧纸，可那些尘封多年的纸，现在又有什么用呢？你急了，你主动提起档案室，是在试探我手里有没有当年你和孙桂兰构陷外婆的铁证。你那满身的荣誉里，到底藏了多少亏心事？说吧，大费周章的卡着莹莹，你到底想要什么？重点科研项目？院长推荐名额？还是另有所图？梁敬善，外婆带着屈辱，到死都没能闭上眼睛。她恨的是那2个学术小偷，踩着她的血泪，心安理得的风光了一辈子。梁老，您给的那些名利，我一样都不要。我今天来，只图一件事：公道。公道。梁老，我来您这之前已经把梁莹莹的不通过盲审评议状提交了，现在木已成舟。小姑娘，你太不识抬举了。今天我见你是给你一个自救的机会。大山里出来的草根，没有大树的庇佑，随时都会被风吹倒。疾风知劲草。好，宋宇，既然你非要自己把路走窄，那就别怪我这当长辈的心狠，敢拦我孙女的前途，你还嫩了点，请回吧。哼。
通知暂停宋宇答辩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梁金山动手了，省医学会联合院务会刚刚下达了紧急通报，暂停你答辩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你去见他到现在才过去3个小时，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是把我将梁莹莹的不通过盲审评议表提交的这件事和他说了而已。什么？你直接和他说了？梁莹莹那边，梁敬山已经安排了副主任老周签字，你根本拦不住。换人签字是他们的权利，但只要换了人，就证明这篇剽窃的论文终究不是我宋宇签的字。妈，我回来了。小雨，我听说你把梁莹莹的答辩给拒了，这事是真的吗？是真的，妈，我没让他过，以后也不会。梁敬山在省里一手遮天，他会毁了你的。小雨，妈求你了，咱们算了吧。你外婆一辈子都被毁了，妈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也被他们毁掉啊！妈，这笔账我们家等了整整50年，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妈，我拼尽全力走到今天，就是为了给您和外婆讨回公道。更何况，梁敬山还一手遮不了天，我的前途没那么容易断。小雨，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梁莹莹提交的那篇硕士毕业论文，根本不是她自己写的，那是我在医学院做客道教授时带过的一个叫温小棠的学生写的。里面的实验数据，梁莹莹一个字都没改。梁莹莹依仗着梁家的权势，抢夺了温小棠的研究成果，和50年前梁敬山、孙桂兰抢走我外婆何淑仪论文时的行径一模一样。你外婆在泥地里苦了一辈子，直到咽气儿都没能等来一声道歉，没能等来一个清白啊！妈，别哭，他们偷来的风光很快就要到头了。是不是院里又出什么幺蛾子？梁敬山逼着你去办停职手续了？不，妈，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院里新一期的临床归生轮导名单下发了，梁莹莹被分到了我们心外科。原本还发愁该怎么去惩治梁莹莹，现在恶人自己送上门来了。小唐，我是宋宇，明天有空吗？见个面。我还没做完，临床数据马上就整理出来了，别开除我。小唐，是我，宋宇，你没事吧？哇，宋老师，是您啊！我没事儿，就是最近帮科室跑数据，太累了。坐下来，慢慢说。小唐，上个月我交给你独立完成的那篇临床路径科研论文，在医学期刊上发表了吗？发表了。把发表页面打开，让我看看。电脑没电了，看不了。小唐，第一作者的名字是不是被改成了梁莹莹？宋老师，对不起，梁莹莹她拿退学威胁我，说他爷爷是省医学会的会长，只要他一句话就让我毕不了业，连我爸妈的医药补助都会被取消。小唐，这不是你的错，没有任何人能抢走属于你的心血。这件事情，宋老师帮你。宋老师，谢谢你。宋老师，梁莹莹家里在省里人脉太深了，她爷爷是梁敬山，全院上下没人敢惹他，仅凭您一个人怎么跟他们斗啊？所以小唐，我需要你的帮助。我能帮您什么？我需要你提供被梁莹莹抢走的那篇论文的原始数据和废稿，只有证据确凿，才能彻底撕开她的伪装。宋老师，没关系，小唐，我理解你的顾虑，你别有压力，证据的事情我另外再想办法。宋老师，
宋老师，我愿意帮你，我真的受够了。去年全国临床技能大赛，我在实验室熬了3个月，可梁莹莹只在答辩那天露了个脸，最后捧回金奖的只有她。宋老师，那篇论文的原始实验数据、时间吹记录，还有他威胁我的微信聊天截图，我都完好的存在云端，而且在学校里被梁莹莹强抢过研究成果的学生，根本不止我一个。好孩子，你把他们的名单和联系方式整理好，明天交给我，我亲自去联系他们。既然他们梁家觉得可以用权势在医学界只手遮天，那我就偏要让他们看看，这个世界还轮不到他们这些小偷来做主。温小棠，你给我站住！温小棠，让你跑的数据早完了吗？活没干完就到处瞎晃，赶紧去马路对面给我买一杯冰美式过来，去冰无糖，动作快点。聋了，跟你说话呢。乡下出来的就得有点眼力见，多跑跑腿不吃亏，懂不懂？这里是省医院，不是你们家的后花园，你还没资格在这调兵叫粮。哟，这不是宋主任吗？瞧我这记性，现在应该叫你被停职的宋医生才对。你们2个底层凑在一块儿，嘀嘀咕咕谋划什么呢？没什么，不认识路，跟这位规培生打听个方向，顺便在走廊里看一场猴戏。宋宇，你说谁是猴？谁跳得最慌，谁就是猴。我懂了，你被停了答辩主任的职务，心里憋屈，所以跑这儿来找存在感，是吧？前2天在主审席上不是很神气吗？现在呢，还不是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了下来？真拿自己当判官了？你卡着我不签字有什么用？我爷爷一句话，你们副院长就得乖乖给我把字签了。宋宇，我今天给你个机会，你现在跪下，一张一张把我的论文捡起来，我兴许还能在爷爷面前替你美言2句，让你继续留在医院扫厕所，不至于饿死。你干什么？你疯了！既然赵同学不珍惜别人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那这些垃圾，我今天就顺手帮你火化了。梁莹莹，别人的尊严和心血你肆意践踏，你自己的垃圾倒是宝贝得很。宋宇，你竟敢烧我的毕业论文！你亲手扔在地上踩的东西，不就是垃圾吗？我帮你清理垃圾，你难道不该对我说声谢谢？还有，顺便转告你爷爷梁敬山，你们梁家要是打算把路走死，我不介意把整个省医院甚至整个医学界的天给彻底掀了。宋宇，你……嘘，这局棋才刚刚开始，我宋宇要是输了，你们大可以把我往死里踩，但我要是赢了，我让你们梁家连下跪忏悔的地方都找不到。看错了没有？今天在走廊里看到的事儿，你要是敢露出去半个字，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了，那就给我听话点儿，把新的临床数据重新整理一份给我，听懂了吗？听懂了。把地上这些废纸捡起来，给我送回科室去。废物！我在实验室里做了大半年的细胞培养实验，到头来全国医学竞赛的获奖名单上却只有他梁莹莹的名字。你当时为什么不向上级写举报信？写了有用吗？上一届有个师姐实名向学校纪委举报，结果第2天就被导师踢出了课题组，连研究学籍都被取消了。温小棠给我的初始名单上只有7个人，可我这几天顺藤摸瓜查出来的受害者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上学期我拿着自己整理出来的临床实验数据去找代教，
想要申请保研资格，可第二天，我的核心数据却出现在梁莹莹发表的论文上。我去找代教质问，代教冷笑着告诉我，能给梁莹莹当枪手挂第一作者，是我8辈子修来的荣幸。宋老师，求你一定要为我做主。19个，从大一本科生到研3毕业生，从期末课程论文到国家级竞赛作品，梁莹莹在省医科大学待了几年，就用全炫偷了别人几年的人生。梁姐，听说这次你去的是心外科，那可是全省最好的科室。哼，那当然，我爷爷可是梁敬山。宋宇，怎么会是你？宋宇，怎么会是你？规培轮岗第一天，主治代教导师的名字就清清楚楚地印在你的报到通知单上，根本没有看文件的习惯。这上面写的是心外科主任宋老师，你一个已经被省督学会停职、正在接受学术审查的人，凭什么还能坐在这里当主任？梁同学，你说的只不过是兼职，我的编制和职位是我8年本硕博3年临床规配，在手术台上做了1000多台手术，靠技术生生打下来的。在心外科，我说了算。你是不是故意的？你故意在这里等我轮岗，就是为了整我，对不对？这个全院唯一的规培轮岗名额，是你们梁家托了多少关系，求了多少人，才把你硬塞进我心外科。你自己心里最清楚。那又怎么样？我爷爷是泰斗梁敬山，我只要一通电话。你爷爷是骨科泰斗，他的手伸不进我心外科的手术室。你奶奶是评审专家，她也管不到我的规培考核。在这里，特权没用。行，你给我等着，我要换科室，我现在就去医教处找方副院长。省医院规培手册写得清清楚楚，轮岗期间无故擅离科室者，到期成绩直接判定为不合格，终生不得在省内3家医院入职。你的评估表就在我手里，想滚，现在就滚。宋宇，咱们走着瞧，我倒要看看，是你那点破手术技术力，还是我们梁家的背景力？哎呦，我的小祖宗，这是怎么了？谁在外面给你气受了？还能有谁？就是那个该死的宋宇，他居然是省医院心外科的代教主任。他今天当着所有规培生的面，把我的报到表扔在地上，还狠狠羞辱我。爷爷，宋宇当众说我是靠特权挤进心外科的，他还威胁我说我这3个月的轮岗评估表捏在他手里，只要他不签字，我就永远别想毕业。简直是翻了天了！宋宇一个被停了答辩主任职务、正接受检查的普通医生，凭什么敢在科室里称王称霸？他说答辩委员会只是他的兼职，他的编制在心外科是靠什么本硕博技术打下来的位置。爷爷，我不管，我不要在他手底下规培，你快帮我把他调走。你当初不是说这个心外科是全省最好的规培点，你爷爷才特意动用关系把你塞进去的吗？我哪知道心外科的主任是宋宇啊！要是早知道，打死我也不去受这个气。莹莹，你再仔细想想，你和这个宋宇之前真的没有任何过节，也从没见过？爷爷，他算个什么东西？以前就是个普通的乡巴佬，我怎么可能认识他？您干嘛突然问这个？当初我多方打听，才选中了心外科这个省医院的王牌。甚至在你写论文前，我就已经托人给方系和科室打好了招呼。怎么会这么巧？技术最硬、握着1票否决权的主任，偏偏看你不顺眼。谁知道，这人就是有病。我总觉得那个女娃的眼神太熟悉了，就像是50年前何树怡盯着我的样子。像谁呢？何淑仪？难道真的是那个贱人的后代？老梁，大白天的，你嘴里念叨
地里了。他的孽障怎么可能爬进省医院当上主任？你老糊涂了是不是？你嚷嚷什么？莹莹还在这儿，你注意点分寸。开口闭嘴，满嘴脏话。你现在好歹是省医学会的评审专家，你听听你自己说的像什么话？爷爷、奶奶，你们别吵了。那个宋宇，说不定就是以前求爷爷办事被拒绝过，现在心理变态，故意针对我呢。这种想靠碰死我们家来博眼球的底层贱民，我见得多了。没那么简单。宋雨卡你答辩资格的时候，我试探过他，我用院长推荐名额的位置诱惑他，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他看着我的眼神儿不是贪婪，是恨。管他图什么？他再有能耐，现在也只是个被停职接受审查的底层医生。老梁，你现在就给省医院施压，把那个小贱人踢出去。对啊，爷爷，我的规培评估表还在宋宇手里呢。他要是故意卡我3个月，我的前途就全毁了。你快给医教处打电话啊！莹莹，别求你爷爷了，他上了岁数，胆子越发小了。奶奶这里有一个比打电话更管用的绝招，能让那个宋宇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奶奶，什么办法？您快告诉我。那个宋宇不是在医院里拿规章制度卡你吗？那你就用唾沫星子淹死。唾沫星子？可是我该怎么做啊？你今天就在家里用你的实名账号开个直播，你就坐在镜头前面哭，什么专业术语都不要说，只管哭诉你是如何被省医院的霸道女主任职场霸凌，强行卡住答辩，甚至剥夺规培名额的。你哭得越惨，那些网民就越会同情你。至于网络舆论引导和媒体记者那边，你不用管。明天一早，我要让那个宋宇成为全网唾弃的医学界败类。奶奶，您真是太厉害了！我这就去准备直播，我要让那个宋宇在网上彻底社会性身亡。何淑仪，50年前你斗不过我，50年后你的后代也一样别想踩在我头上。宋宇，这次要让你彻底身败名裂，滚出医学界。小雨，这么晚了，你还在医院加班吗？刚忙完，在车里坐一会儿，吹吹风。网上的那些视频和谩骂，妈都看到了。那些人说你学术霸凌，逼死学生，还要人肉你的住址和信息。他们找了那么多水军，几万条恶毒的话，妈翻了一整晚，翻得浑身发冷，睡不着。妈，50年前，外婆被他们扣上剽窃的帽子，在那个破卫生烟烟气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外婆临终前，我在床头守了整整3天。她最后那口气，堵在喉咙里就是咽不下去。她恨了那2个人一辈子，到死都没能闭上眼。我要让梁静山和孙桂兰跪在外婆的坟前，当着全天下媒体的面，把当年吃下去的血肉一寸一寸吐出来。好，小雨，那就听你的，把他们的皮扒了，骨头挖出来。宋主任，今天全院大会你怎么还来可视啊？谁动了我的办公桌？宋主任，昨晚梁莹莹开了实名哭诉直播，她奶奶孙桂兰也以省医学会评审中医的身份公开声讨你，指责你公器私用、职场霸凌、故意卡学生答辩。现在网上的舆论都已经炸了，无数网民把咱们医院的举报热线打到瘫痪。院务会迫于省医学会和舆论的压力，连夜开会决定，
暂停你临床岗和主任医师的职务。这是正式通知，你对梁莹莹的带教资格也被取消了，医教处已经把她转到了老周的科室。宋主任，你先避避风头，等院里调查清楚吧。老刘，麻烦转告医教处和院长，这个心外科主任的位置，当初是他们求着我回国我才做的，请他们记住今天的决定，千万不要后悔。哟，宋大主任，怎么连个送你的人都没有啊？瞧瞧，这连办公桌都让人给清空了。昨晚我开直播的时候，评论区里可全是给你送终的，你看到没有？今天一早，医教处就亲自把我调到了普遍科，新带教周主任亲自来电梯口接的我。人家可比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乡巴老师去多了。所以呢？你特意在走廊等我，就是为了说这些？宋宇，你不是很能卡我吗？现在你连手术台都上不去了，你还拿什么跟我斗？跟我作对，这就是你的下场。梁莹莹，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忘了最关键的一件？什么事？你少在这装神弄鬼！省医院下达的通知，只是暂停我的临床手术和带教资格。但你在心外科的乱管评估表签字那一栏还是我宋宇的名字，只要我不签字，你这辈子都别想通过。做梦！你都被停职了，凭什么还能卡我？我爷爷只要给院长打个电话。你爷爷是骨科泰斗，管不到心外科的评估系统。我还是那句话，在这里，特权没用。新科室的周主任在院里资历比你深得多，他一句话就能抹掉你写的评语，我照样能顺利毕业，照样能进最好的3甲医院，我这辈子都比你风光。梁莹莹，你今天像只疯狗一样来堵我，不就是因为你心里清楚，就算你逃到了别的科室，也换不掉我手里那张决定你生死的前途表吗？宋宇，你从小到大靠着你爷爷要风得风，没人敢拦你。但现在，我就是那堵你撞不碎的墙。你以为换了新科室，你剽窃别人论文的事情就能一笔勾销？温小棠、陈敏、林月，还有另外16个被你毁掉前途的学生，他们的联名举报信和铁证，现在全部在我手里。新带导周主任现在对你客气，是因为他好歹还要那张老脸，还不知道你是个什么脏东西。你猜，如果我把这19个学生的血泪铁证发到网上，你这位周主任还会不会保你？宋宇，你这个疯子，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这句话，我也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宋宇，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让你死！怎么了，莹莹？宋宇在网上的名声都已经被咱们搞臭成那样了，你怎么还拉着个脸？我今天去医院挑衅宋宇，结果反被宋宇当众羞辱。宋宇竟然当着破外科周主任和那么多规培生的面，说我是个没用的废物，还说要是没有我爷爷撑腰，我连医院的大门都进不来。你急什么？你爷爷能一通电话让省医学会停了宋宇的职务，我就能让整个华东地区的医院都不用他。宋宇现在在省医院还留着编制吧？留着呢，
工位都让人清空了，宋宇还是赖着不走，还威胁我说，我轮岗评估表的签字权依旧在他手里，他绝对不会给我签字通过。那咱们就让他连省医院的编制也保不住，彻底变成一条丧家之犬。我一会儿亲自给吴院长打个电话，让吴院长找个由头，直接把宋宇开除出院。那些学生有一个算一个，惹我家莹莹不高兴，他们也别想好过。我要让他们连毕业都难。胡闹！这件事不能这么办。网上的舆论现在虽然偏向莹莹，但宋宇这个人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宋宇敢当着我的面叫板，手里肯定攥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底牌。梁敬山，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现在前怕狼后怕虎的，你到底在怕什么？你简直是无理取闹！我是在考虑梁家的名声和前途。宋宇手里要是有其他针对我们的证据，一旦爆雷，我们梁家3代人的基业就全毁了。基业能有我们莹莹的前途重要吗？可怜我们那早逝的儿子和儿媳妇走得那么早，临终前把莹莹托付给我们。你好端端提他们做什么？王良，儿子走的时候你发过誓，说这辈子绝不让莹莹受半点委屈。这才过了几年，你现在就要为了一个外人，看着我们莹莹的前途被毁吗？罢了，这个电话我来打。省医院那边，我亲自找吴院长，让他连夜召开院务会，把宋宇彻底开除。评审委员会那边，你去打招呼，卡紧文小堂那帮学生的所有职业资格。宋宇，你不是骨头硬吗？我倒要看看，等我们断了你的职业证，砸了你的饭碗，再把你身后那帮指望你出头的寒门学生全部掐灭，你还拿什么跟我们斗？吴院长，是我梁敬山。梁主任，您怎么突然联系我了？有件私事想请你搭把手。你们心外科宋宇主任，如今网上全是他的负面舆论，严重损害省医院的口碑呀。这事儿院里也正头疼，舆论压不下去。宋宇在贵院任职5年，依我看，他的位置该动一动了。懂了，梁主任就放心吧，保证给他一个好位置。好，那这件事情就麻烦吴院长连夜落实了。等风头过去，我请吴老弟来家里喝茶。把宋宇的停职接受调查通知直接改成正式开除并吊销院内编制的公文。吴院长，这不合规矩啊！宋宇在心外科5年，科研考核年年优秀，现在只凭网上的小视频，连调查组都没成立，就直接开除一个核心学科带导人，咱们怎么向全院交代？要什么交代？这是梁老亲自打来的电话。今年咱们医院能不能拿到科研经费，就看梁老一句话。在经费和一个普通医生之间孰轻孰重，你难道分不清楚吗？立刻去办！李处长，是我孙桂兰。今年全省执业医师资格证的终审名单里有几个德行败坏、涉嫌学术造假的学生。对，名单我刚刚已经发到你微信上了，领头的人叫温小堂。好，那就把他们的报考资格直接冻结。像这种目无尊长的害群之马，省医学会绝不能给他们发证。哼，宋宇想带着一帮泥腿子翻天，我今天就让你们连考场都进不去。宋老师，教务处刚刚突然通知我说，我因为涉嫌参与学术造假和剽窃，毕业答辩无限期延期，我的规培档案也被锁死了。宋老师，我该怎么办？我爸的药费补助也被停了。宋老师，辅导员找我谈话了，说如果我再跟着您闹下去，学校将直接剥夺我的毕业证。我爸妈都是下岗职工，供我上大学不容易。老师，对不起，我真的好害怕。
小唐、陈敏，还有大家，听我说，这是梁家最后的垂死挣扎。他们越是封杀我们，越证明他们手里的遮羞布已经盖不住了。可是，在那之前，我们可能就已经撑不住了。你们觉得服软他们就肯放过你们吗？现在立刻把你们手里所有相关证据双重备份到云端。明天天亮之前，我要你们每一个人的材料原封不动地躺在我的邮箱里。梁敬山、孙桂兰，你们砸我饭碗，吊销职业号，一手遮天，却抹不去这19个寒门学子的血泪铁证。这19个人的呐喊，将会是砸烂梁家牌坊的千锤百落。李院长，宋宇的事儿在网上闹成什么样了？你不会没看见吧？学校不能再拖了。孙老，我们院办也在紧急研究，只是这程序上……别跟我谈程序。后天师德审查听证会由你们医学院出面组织，我们省书学会派人旁听，名义上是给他申诉的机会，实际上这就是你们校方开除他的行政依据，明白吗？可按规定，听证会得给宋宇同样的举证质证时间啊，万一他当场拿出什么材料……李院长，你们医学院今年申请的那笔国家重点临床学科经费，现在卡在哪儿？不用我提醒你吧？孙老，您这是……能不能批下来，就看你后天这场会办得合不合我的心意。好，后天上午9点，多功能会议室。李院长是个明白人。宋老师，评审委员全是省医学会的人，这就是孙桂兰给您设的绞刑墨，还不让记者进去，关起门来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关门。啊？关起门来，听证会的速录员是不是还在？举证、质证、答辩是不是还得逐字记录？按程序是得记。会议纪要是不是还得同步裁跳国家学术监督平台和省教育纪检？您是说他不让我带记者进去，正好。外面的记者写了什么，他可以找关系删。会议纪令是行政文件，进了国家系统，他删不掉。所以我们把证据全部当场登记，录入纪要。他可以在会上裁定我失德失冠，但他拦不住这19份铁证跟着会议纪要一起出去。那就让他关门，门一关，里面录下的每一个字他都赖不掉。我跟您进去。今晚把材料备齐，后天9点掀他的桌子。省医大医学院关于宋宇涉嫌学术欺凌、恶意刁难规培生梁莹莹的师德审查听证会，现在正式开始。被看诉人宋宇，你在担任心外科代教主任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恶意卡押学生。李院长，在听证会正式进入陈述环节前，作为被申诉者，我提出一项合规性程序申请。宋宇，现在还没到你发言的时间。根据《国家学术规范管理条例》第3章第12条，任何学术及师德听证会，申诉人与被申诉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必须进行现场逐一编号，登录录入会议纪要，且会议纪要需由在场5位评审委员签字确认。我申请将梁毅毅、朴窃、温小汤、陈敏等19名学生科研成果的6篇核心论文、原始数据及时间差对比记录作为认证材料登记录入本次听证会会议纪要，并同步报送学术规范监督平台备案。这个按规定，被申诉者确实有提交材料的权利，但是这些材料是否与本案有关，是否予以采纳，需要由评审团闭门讨论表决决定。可以，评审团有权驳回，但根据程序，每一位委员的反对理由和表决记录都必须原封不动地记入会议纪要。后天，这些名字和理由要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学术规范监督平台的通识名单上。宋宇，你这是在公然威胁评审团！你拿一堆伪造的脏水材料，就想在听证会上发案吗？如果我的证据是假的，评审团当场查验完，自然会依法驳回，甚至可以加重起诉我诬告。梁莹莹，你现在叫得这么大声，甚至连手都在发抖，你到底在怕什么？宋宇，你要翻旧账是吧？那我也有账，今天当着评审委员的面一笔一笔算。各位老师，
我问过在心外科轮馆的师姐们，我才知道宋宇针对的人根本不止我一个，他专门挑没背景的女学生下手。证据？你闭嘴！长得好看的，他说人家靠脸上位；成绩好的，他质疑数据造假；男规培生他从来不卡，这就是同性排斥。我还是那句话，证据呢？他们还要毕业，你问名字，不就是想事后报复吗？这就是你的手段，把人逼到不敢说真话。申诉方有10名证人出庭或联名信，评审团可以传唤；没有，就继续你本人的申诉，不要做空腹指控。我就是证据。鸾岗第一天，宋宇当着12个同学的面骂我是靠家里特权的废物，离了爷爷一无是处。各位老师，女性在医学界立足有多难，你们都清楚。我们本该彼此扶持，女孩帮女孩。可宋宇身为科室唯一的女性银行，不但不帮，反而用带须特权疯狂打压比她更年轻、更优秀的同性。今天我站在这里，不光为我自己，我是为所有被他霸凌、被他打压到不敢出声的寒门女医学生向宋宇讨一个公道。各位委员，我们梁家3代从医，莹莹这孩子从小受家庭熏陶，对医学怀着敬畏之心。可宋主任不仅不给年轻人成长空间，反而仗着带教特权，用如此恶劣的偏见与言语羞辱一个刚入行的女学生。如果我们的医学界允许这种公器私用、恶意霸凌同辈女医生的风气蔓延，以后还有哪个年轻女孩敢选择这个行业？宋宇，梁莹莹同学指控你在走廊对其进行人身羞辱，并称你在心外科一手遮天，故意卡压女性规培生，你对此有什么回应？宋宇，你在走廊里说我是靠爷爷的废柴，说心外科你说了算，说要让我这辈子都别想过规培，这些话你敢当着所有评审老师的面承认吗？你敢不敢承认你就是嫉妒，就是公报私仇？说完了，戏演得挺好。那现在该轮到我清算了。你少在这装神弄鬼！你今天必须给各位评审老师一个交代。梁莹莹，我那天在走廊里对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既定的事实。你那个心外科唯一的规培轮岗名额是怎么用特权抢到手的？你和你在场的奶奶孙桂兰，心里比谁都清楚。各位评审老师，你们听到了没有？宋宇他当众承认了，他就是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他还敢说他不是在公器私用，故意打压同性优秀女学生。梁同学，你刚才口口声声说你今天站出来是为了代表全天下被我打压的女性医学生向我讨公道，对吗？那么请你先回头看看，今天坐在听证会后排旁听席上的这几位女生，她们算不算是你口中的女性医学生？我们不需要一个靠着家族特权疯狂剥削同性、强抢他人成果的学术寄生虫来假惺惺地代表我们。这是当年被你强行夺走第一作者署名的，我们大半年的实验原始时间超证明，我们有手有脚有声音，不需要一个学术小偷替我们说话。我吃了半年的抗焦虑药，保研资格被抢，就是因为你剽窃了我的全部临床实验数据。我们不需要你这个恶魔在台上恶心我们。编造，这全都是宋宇故意设局编造的，你们全都是宋宇花钱找来的托。你们今天在听证会上说的每一个字，全都是宋宇事先教你们串供的，这不作数，这根本不作数。串供？梁莹莹，你刚才不是喊女孩帮助女孩吗？那我问你，你抢他们保研名额，把林月逼到重度抑郁吃抗焦虑药的时候，你的女孩帮女孩呢？
么在这审问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现在不过是一个被省医院辞退、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你连白大褂都没资格穿了，你还想毁了我？我是被你们梁家动用特权和利益交换开除了。但梁莹莹，你给我记清楚，我今天就算丢了编制，我依然是能在手术台上做上千台手术的顶尖外科医生。这些学术造假的报告一旦录入纪要，报送国家平台，你的核心期刊论文全部撤稿，硕士学位当场作废，这辈子连行医资格证都拿不到，你保得住你的学位吗？宋宇，你说来说去，不就是想扣一个抄袭的帽子吗？行，你说我的6篇论文全是抄的，是剽窃，不是抄。好，那你当着评审委员的面说清楚，我抄了谁，抄了哪篇，抄了哪一段？原文对比和时间戳我都有。那你拿出来啊！拿几张系统截图就想给我定罪？在我展示之前，先请教你一个基础问题。第2篇论文第3章，心肌细胞缺氧诱导凋亡模型，你的流式细胞数检测样本量是多少？这种实验小数据，谁能时刻记在脑子里？论文都发表好几个月了，数据上万组，具体区间，你现在让我当场背诵，就是故意刁难。宋宇，这里是学术听证会，不是你玩文字游戏的地方。拿不出第一手对比证据，就靠这些刁钻提问绕来绕去，在座5位评审专家能被你这点小把戏糊弄？各位老师，孙老说这是小把戏，那我用医学界的逻辑重新说一遍。一个自称主持3项省级课题，独立发表6篇核心期刊的天才，面对自己论文里最核心的硬性指标，连个基本区间都答不上来。一个年年拿国家奖学金的顶尖医学生，对着自己耗时半年的核心成果视若天书。各位老师，你们从带教做临床一步步走过来，你们觉得是因为我宋宇在玩小把戏，还是因为那些论文他从头到尾连看都没看过一眼？宋宇，你少用心理暗示，血口喷人。你说我不是第一作者，你本来就不是，不对吗？那你把那些真正的作者叫出来啊，让他们站到我面前当面对质。叫不出来，你就是恶意诽谤。梁莹莹，你想要的那些真正的第一作者，此时此刻不就站在你自己身后吗？温小棠被你用规培档案威胁抢走全部临床建模原始数据，陈敏大半年的细胞实验成果被你强行抹去名字，换成你自己。我做的细胞实验，每一组数据都有原始记录，时间戳、培养皿编号、影像资料全部都在。我的临床数据是连续3个月值夜班收病例一个一个记录下来的。梁莹，你告诉我，你连样本量都答不上来，你到底做了什么？他们今天顶着毕不了业、拿不到执业证的风险，坐在这间会议室里，不需要你这个学术土匪假惺惺的替女性发声。他们站在这儿，就是要当着5位评审委员的面，亲耳听你梁莹莹说出那6篇踩在他们骨血上发表的论文，究竟是不是出自你的手？梁莹莹从大一开始就在剽窃我们的实验成果，被她吸血的人不止我一个。你接手的每一篇核心论文，每一个省级课题，背后都躺着一个被你夺走署名权的原作者，他们的代表今天全来了。我做了1整年的细胞造模实验，校级1等奖名单下来，只有他梁莹莹一个人的名字。你胡说！我去找导师，导师说她是梁敬山的孙女，我们惹不起。
第一作者必须写他，大不了你重新写一篇。我申诉了3次，3次，得到的全是这4个字：不予受理。我导师说，能给你当枪手是我的荣幸。你拷走我电脑里所有动物实验数据，发表核心期刊，转头把我拉黑，踢出实验组。这是我电脑硬盘备份，每组数据生成时间，每个操作的时间超全在上面。我爸妈到现在还在村里跟人炫耀，说我在省城跟大教授做项目。他们不知道，我早就不在组里了。我因为重度抑郁，吃了半年抗焦虑药。你们合起伙来污蔑我！你们都是宋宇养的狗！我们没有胡说，每一页数据都是真的。你不仅抢我的心血，你还把我当佣人使。你拿快递、买咖啡、深夜整理文献，哪样我没做过？我敢说一个不字，你就拿你爷爷压我，说一句话就让我毕不了业，让我爸妈在村里抬不起头。所有聊天记录全在我手机里，这就是证据。够了，这场听证会到此为止。各位专家，今天这场听证会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主题。主题？我们是来审查宋宇学术欺凌、师德师范的问题，不是来听一群心术不正的学生翻陈年旧账。心术不正？他们提供的所谓证据全是单方面复印件和聊天截图，没通过司法鉴定，程序上根本不成立。孙老，证据的真实性，我们随时可以委托省司法鉴定中心做原始数据比对。所有文档、邮件、实验记录都有无法伪造的时间戳。您现在跟我讲程序不成立，那当初你们梁家动用关系卡死温小棠毕业答辩的时候，走的又是哪门子的合规程序？听证会到此结束，宋宇的最终处理意见，评审委员会闭门合议后下发书面通知。闭门合议？你想说什么？这常州后面5位评审，有3位是你们梁家常年利益输送、打过招呼的死党。宋宇，你放肆！陈敏手里那份3次被驳回的申诉材料，也是你们省医学会一手遮天审批的。孙桂兰，你合议出来的结果还需要等什么书面通知？不如你现在就当着速录员的面大声告诉大家，你们梁家是打算驳回我的申诉，还是继续强行维持你们的特权？我梁敬山在省医学会40年，什么风浪没见过？今天这场会私自召开，程序不合法，质证材料未经鉴定，证据不合轨，在场所有结论统统不作数。省医学会将联合省卫健委纪检部门成立专项组，重新审查。在此之前，现场证据全部封存，所有临时结论一律撤回。谁有异议，现在提。梁老亲自出面，我当然没有异议。公开审查，第3方司法鉴定，这正是我今天想要的结果。既然梁老把这桩案子推到了国家的台面上，那我们就按台面上的往返，每一个合规环节，我和19个学生全程配合。您说今天程序不合法，那换个绝对合规、有国家纪检介入的程序，您孙女抄袭抢夺的事实就会改变吗？宋宇，凭你几句空口白话就想推翻我们梁家在医学界的100年名望，简直是痴人说梦！一群下水沟里爬出来的寒门贱民，一辈子只配在最底层写写病历，也配和我们梁家斗？别人的心血拿来垫在你们的脚底下踩，别人的人生被你们当作往上爬的梯子，踩完了连个署名都不配留下，你们对得起你们的身份吗？你说什么呀？这张脸，今天的听证会休会，全部人员立刻离场。你刚才说没人敢揭发莹莹，仅仅因为她的爷爷叫梁敬山，这句话，你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再说10遍也一样。
同组学生被抢了成果不敢争署名，导师发现抄袭不敢卡论文，辅导员接到举报信只敢压在抽屉里，因为每一次有人想开口，您梁敬山的名字就像一座山死死压下来。您不如问问还没走远的李院长，这些年他收过多少封关于梁莹莹的实名举报信，又在您的施压下亲手抹平过几次。口口声声讲证据，好，把铁证拿出来给我看。梁莹莹6篇论文，从初稿到定稿，每一版的作者署名都是温小棠和陈敏，创建人和最后保存者也全是他们的实名账户。梁老，想看哪一篇？我现场翻。宋瑜，你费尽心思布这个局，到底想要什么？你应该从我第一天走进您办公室，就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卡死梁莹莹答辩，您挺我的职。我查出他6篇论文剽窃，您把我正式辞退。我今天把铁证带到听证会，您又亲自出面宣布程序不合格。50年来，你们梁家为了保住特权，一直在挡路。我今天就想亲口问您一句：50年前那份申诉表上被你们用刀片刮掉的那个名字，您还记得吗？是他，老梁，是那个死鬼，回来索命了。宋宇，我们专项工作组见。别怕，听证会虽然被终止，但速录记录已经实时上传。梁家能封住一扇门，但只要这19份铁证还在，他们就封不住所有人的嘴。宋主任，我在这里等了你3个小时。梁老深夜带着3只大箱子堵门，唱的哪一出？500万现金，足够你在这座城市全款买一套最好的大平层。你拼死拼活干了5年临床，还租这种破房子。我爷爷屈尊降贵亲自来，是给你天大的面子。梁老拎着巨款在我家门口当拦路虎，难道是为了炫耀你们梁家最不缺的就是钱？不连号，查不到来源，你点个头，这些钱够你少奋斗20年。要是不稀罕钱，省内任何一家3甲医院科室副主任，我一句话，下周入职办好编制。我要是点不了这个头呢？你以为听证会上抛出那些材料你就赢了？专项工作组组长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门生，副组长是桂兰的同班同学。你的证据堆成山，只要工作组不让他们进入呈报程序，在法理上就是一堆废纸。宋老师，钱收下，咱们是朋友，大好前途等着你。不收，我爷爷一句话，你这辈子别想迈进任何公立医院的大门。梁老，你今晚带着500万来敲我的门，只让我看清了一件事，你怕了。我怕什么？听证会上你说我的证据不合规，私底下却急不可耐拿巨款来封我的嘴。你一边让工作组卡着证据，一边深夜来买我的退场券。你嘴上说让我进不了行业大门，其实你最怕的是我带着真相进去，把你们梁家50年靠偷窃发家的面具彻底撕烂。说个价，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把50年前被你们用刀片刮掉的那个名字，我外婆何淑仪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刻回省地大的学术名人堂，以及那些学生的公道。我今晚是给你最后一个体面的台阶，你不下，后面的手段不是老夫能控制的。控制得了程序，控制不了国家平台和纪委的公开举报，更控制不了19个学生和我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决心。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信不信我？铁
铁了心，没得谈了。没得谈，带着你的脏钱离开。老梁，谈的怎么样？别提了，500万摆在他眼前，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爷爷亲自开口给科室副主任的编制，他也不接。这个宋宇是不是有病？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说什么？要他外婆的公道，要19个学生的公道。奶奶，你听听，他就是个疯子！老梁，你倒是说句话，那丫头软硬不吃，下一步怎么办？不跟你们说了，我今晚被那个宋宇吓得够呛，困死了，我先回房睡觉了。老梁，宋宇那丫头到底想要什么？你难道还看不出来吗？她不要钱，不要编制，甚至不要前途，这证明她今天布这个局，就是要和我们梁家彻底同归于尽。宋宇不是不要钱，他是不要我梁敬山给的脏钱。老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宋宇在走廊里指着我的鼻子说，他要的是公平。一个从大山里考出来的孤女，好不容易拿到省医院的主任编制，你觉得他真的会为了几个毫不相干的学生赌上自己的大好前途吗？我觉得他不是为了那些学生，他对莹莹的针对，对省医院的死咬，全部是冲着我们2个老家伙来的。他今晚在走廊里甚至一字不差地提到了50年前省医学会档案室里被我们用刀片刮掉的名字。我想起来了，怪不得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宋宇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老梁，我想起来他是谁了，他是何淑仪的后代，她是那个被我们逼死的死鬼何淑仪的外孙女，她回来复仇了。你确定没有看错？我绝对不会看错，那股子刻在骨子里的清高和傲慢，化成灰我都认得。老梁，你说宋宇她不会真是那个女人？外婆一栏，已故。外婆姓名何淑仪。何淑仪，真的是何淑仪。老梁，那个死鬼的冤魂真的派他的外孙女回来向我们索命了，他是回来报仇的。慌什么？50年前我们动手抢何淑仪成果的时候，所有原始草稿和带字迹的纸张早就被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了。在这世上，他不可能找得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铁证。那他是怎么知道档案是秘密的？他又是怎么知道刀片刮名字的事情的？老梁，这个宋宇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啊，老梁，何淑仪的外孙女，好，真好！一个山里爬出来的穷丫头，敢在我面前谈公平正义。老梁，你先别动气。我在省医学会掌权40年，什么风浪没见过，还能怕他一个死鬼的后代？你要打给谁？别慌，他手里没有50年前的司法证据，最多是些传言碎片。但这个人确实不能留，他是冲着我们梁家的根基来的。那怎么办？500万他都不接。既然他不肯体面退场，就别怪我手黑。李主任，我梁敬山。是老李，专项工作组那个。省卫健委派往省医院的专项工作组关于宋宇和规培生的材料审核进度，给我无限期往后拖。程序和合规性上，你看着办，尽量挑刺。对，拖死他。另外，重点审查那19个联名举报学生的原始数据，尤其是带头的温小棠。
务必查出他们学术不当、伪造证据的实锤。老梁，你打算从学生身上下手？宋宇今晚敢这么硬气，是因为他背后站着那19个学生。可那些学生的证据，如果工作组以涉嫌学术不端、伪造举报材料为由，威胁取消他们这辈子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机会，你觉得这群穷学生还敢站在他身后吗？你是说让他们自己倒戈？等学生们因为恐惧纷纷退缩，反咬一口的时候，宋宇手里那些联名铁证瞬间变成废纸，到时候不需要我们动手，他自己就会精神崩溃。老梁，还是你手段老辣。哼，对付这种不识抬举的人，就该用绝户计。这群贱骨头，早该这么治了。宋主任，这边坐。科室最忙的时候，方主任夺命连环扣约我出来，什么事儿？上次开除你的事儿，院党委也觉得草率了，我私下顶着压力帮你跑了很久。这是重新聘用的协议，心外科副主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原封不动全恢复，你签字，下周一直接上班。替我这个社会闲散人员跑关系，辛苦你了。不过这字儿我不签。这可是我磨破嘴皮子争取来的。我为什么被开除你我都清楚。梁敬山一个电话，吴院长连夜签字。现在八抬大轿请我回去，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我走了之后，你们心外科的手术台没人撑得起来了。宋宇，上个月棍脉搭桥，周海一刀切断左前降肌，术中大出血。现在人逃了，医院怕闹事，怕赔钱，怕砸招牌，才想起我，对吗？你人走了，消息倒是一点不落。几位重症家属联名投诉，闹到省卫健委和媒体，吴院长急得团团转，能上手做高难度手术的人全走了，才想起你这把刀。方主任，其实这是院里压力你来找我的吧？宋宇，你猜的没错，确实是吴院长亲自给我下了死命令，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你请回去。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心外科上个月的术后死亡率和事故率会突然飙升到全省第一？你这个科室大主任到底是怎么当的？吴院长，海归的周海是梁敬山梁老强行塞进我们手术组的，我根本没有权利派他的班。别给我那么多理由推卸责任。院务会已经全票通过了，方旭，不管用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必须立刻把宋宇给我请回来主刀。宋主任，多的我也不说了，算我求你了。回来吧，多的不说，就当是为了那些病人家属。方主任，病人的命是命，那19个被梁家利用权力毁掉的寒门学生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的回答依然是那2个字：不签。宋宇，你揪着几个规配生不放，到底图什么？多少人挤破头想留在这个编制里，当初答辩你松松手，放过梁茵茵，哪来后面这些大祸？你非要把自己前途全毁了吗？梁敬山的关系网能遮半边天，光靠一腔正气，在这个圈子里撑不下去。适当服个软，别再一意孤行，把你一身医术和前途全毁了。方主任，你刚才痛心疾首地问我，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副油盐不进的样子？那我今天倒想当面问问你，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今天这副唯唯诺诺、毫无脊梁的样子的？方主任，我刚进心外科时，你是全院出了名的硬骨头，为尘肺病农民敢在院务会上拍桌子跟院长死磕，面对刀刃也没向权贵低过一次头，舍弃过1寸底线。可如今的你，却在劝我向剽窃学术、草菅人命的罪人摇尾乞怜。方大主任，你问问自己，当年那身令所有人敬佩的傲骨和信仰，究竟丢在哪条送礼铺路的烂泥沟里了？方主任，你今天劝我向强权低头，可你劝我的每一句话，都在把你自己往深渊里推。你再这样跪下去，不等别人动手，你自己就会在精神上先被废掉。你不懂，你没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养家，有老婆孩子和房贷，我每天看院领导脸色，还要替整个科室50多号人的前途搜底。所以呢？你们只管在手术台上做手术，出了事去跟家属下跪道歉的是我，去卫健委挨批被吴院长指着鼻子骂的也是我。我一个毫无背景的中年人，拿什么跟梁敬山斗？你扛不起，难道我就没有扛过？我被停职、被开除、被网暴，全是我一个人扛下来的。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向那群学术小人低头，因为我只知道一件事，在成为医生之前，我得先做个人。连做人的骨气都丢了，手里的手术刀跟屠夫的肉刀有什么区别？宋宇，你今天不能走，你走了，我这个主任就真的到头了。方主任，你最该给交代的人是你自己。当年值夜班抢救病人，你亲口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站着，绝不让后辈再弯着腰。回家照照镜子，镜子里的那个陌生人，当年的你，还认不认识他？小唐，怎么了？小唐，说话，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宋老师，救我！教务处刚下通知说我们恶意造假、伪造联名信，终身取消规培和职业证资格。我刚跑出来，后面2个黑衣服的一直在追我，他们快跟上来了。小唐，冷静，你现在具体在哪个位置？我正在往省医大附近的那个红星路地铁站口跑，这儿人好少。他们追上来了！你们谢谢，放开我，我的文件！温小唐，温小唐，你说话！王八蛋，放开他！温小唐！红星路车祸送来了的伤者温小唐在哪个抢救室？清创室缝完针，刚送内科观察室，左腿胫骨骨折，头部轻微挫伤，人已经醒了。你是家属？小唐，宋老师。2个穿黑夹克的男人从教务处一直跟着我，在大街上追着我喊。别怕，他们喊了什么？让我把手机截图 U 盘交出来，说再跟着你闹，下次就不是被车轻轻刮一下这么简单了。宋老师，小唐被车撞的事儿我在群里看到了。他们说那是梁敬商找社会上的人故意干的。陈敏，你现在在哪儿？别乱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学校领导找到我爸妈那儿去了，威胁要开除我学籍，还要让我爸丢工作。我弟弟今年刚上高3。宋老师，我真的输不起。我知道了。
这不怪你。听你爸妈的话，回宿舍去，把材料锁好，保护好自己。宋老师，是不是陈敏他们都被吓退了？害怕是人的本能，面对威胁和强权，谁都会恐惧，这不丢人。但恐惧若让我们退让，恶人只会变本加厉。他们现在不敢站出来，没关系，接下来的路，我替他们所有人站在最前面。梁敬山以为用一辆破车在路边撞一下，就能把我们对公理的追求下去。那今天我就让他们看清楚，他们梁家这次挑错对手了。李记者，我手里有一宗大丑闻，省医学会泰斗梁敬山家族联合剽窃19名寒门女生核心论文成果，并在举报人合法申诉当天，雇凶制造故意谋杀性质车祸。他们梁家不惜动用黑手，想把丑闻捂死在黑暗里。那我今天偏把这趟烂泥一巴掌扇到全天下的眼皮子底下。宋老师，上热搜了，省青年报的官微转发了，我们现在已经冲到全网热搜榜第10名了。小唐，我看到了。梁敬山，这只是我引诱你出手的鱼饵，真正的网现在才刚开始收。宋宇，他还真敢把这件事捅到媒体那里去！一个被我们一句话就辞退的贱骨头，也配在省报上接受采访大放厥词？爷爷，怎么办？你快看网上的评论，那群穷酸网民全都在人肉我们家，他们把我的名字、我以前的论文，还有你和奶奶的荣誉，全部挂在网上骂。慌什么？一篇省报的报道，动不了我们梁家40年的根基。张局长，我是梁敬山。网上现在有一些针对省医学会和省医院的不实舆论抹黑，麻烦你们公关部门在10分钟内处理干净。被恶毒导师霸凌的医学天才少女梁莹莹，我拼尽全力走到今天，就是为了给您和外婆讨回公道。你这个臭的辩论文！我就说嘛，现在的反转真快，原来是这个姓宋的女医生红想疯了，故意霸凌人家豪门天才少女，太恶毒了！自己医术不行，被医院开除了，就去恶意诬陷学生，这种人配当医生吗？宋宇，对不起，刚才我们的原稿全部被强制下架，各大平台的账号也被禁言了，梁家的影响力你也看到了，我们没办法撼动他们。李记者，你不用自责，我知道你尽力了。今天这一幕，其实全在我的预料之中。不仅如此，宋宇，他们现在开始疯狂往你身上泼脏水，抹黑你的职业道德，再这么闹下去，你的未来就毁了。李记者，既然他们主动把舆论的这把大火点了起来，那好，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份东西。最后一份东西？什么东西？这份沉寂50年的铁证，记录了梁敬山和孙桂兰如何剽窃我外婆何淑仪的成果，将她逼疯。李记者，一旦公之于众，梁敬山背后那些保护伞，谁敢顶着世人的唾面替他梁家撑？搞定了，老梁。公关那边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新闻下架了，热搜也降了，现在全网的营销号都在发那个宋宇的黑料，他现在名声彻底臭了，连门都不敢出。你高兴得太早了，何淑仪的这个外孙女绝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哼，他还能翻出什么浪？
那19个学生被取消职业资格的铁让，吓得写了保证书，全逃了。他现在连个证人都没有，一个被开除的底层临时工，拿什么跟我们斗？孙桂兰，你给我听清楚，宋宇今天之所以面对500万连眼皮都不眨，是因为他手里正死死捏着我们50年前对何淑仪动手的那些旧账和证据。他既然能说出刀片刮名字，就证明他找到了当年的手稿原件。要是他把50年前我们剽窃害死何淑仪的丑闻也捅到国家平台上，那就绝对不是一个张局长能用权力压得住的滔天巨浪了。梁敬山，你压热搜删稿子，顾水军放我的黑料，甚至让我成了邻里眼中的过街老鼠。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社会孤立手段，就能逼我闭嘴认输吗？你太小看何淑仪的后代了。臭不要脸的女医生，想出名想疯了，连人家小姑娘的论文都抢，小心出门被车撞死，迟早遭报应。小唐，现在头还疼吗？宋老师，比昨天疼的厉害多了，太阳穴里面像是有钢针在一下一下狠狠的扎，一跳一跳的疼。护士刚才过来说这只是车祸脑震荡后的正常水肿反应，让我咬牙忍忍。不对，这症状不对，这像是迟发性幽膜外血肿的典型早期症状，再不安排 CT 复查和开颅引流，血肿压迫脑干，随时有生命危险。催什么催？头部轻微挫伤都这样，疼几天自然就好了。护士，伤者现在有明显的迟发性颅内血肿征兆。你们今天上午到底有没有给他安排头部 CT 的复查？入院的时候不都做过一次 CT 了吗？片子显示没问题。再说了，现在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我们主任交代了，温小棠的药按常规开就行，不用听你在这指手画脚。车祸突然加重的颅内剧痛，还有刻意阻挠复查 CT 的科室医护，梁敬山、孙桂兰，你们这是想要他的命来死无对证。你们最好祈祷小唐没事。小雨，你外婆临走前把我叫到床前，把这个盒子锁进衣柜夹层。她说她这辈子等不到公道了，但若后代里出了学医有炉气的孩子，就把盒子交出去。这是外婆50年前被梁敬山和孙桂林联手剽窃的体外循环心肌保护液原始手稿和配方比对数据。墨水褪色了，但外婆亲写下的每一行修正数据全都清清楚楚。外婆，你把这份尊严和证据锁了整整50年，你一直在等我，对不对？我找到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把你的名字堂堂正正地重新写回省医大医院的名人墙上。老梁，普外科主任我打过电话了，温小棠翻不出什么浪，舆论也被我们压下去了。宋宇名声已臭，看他还能怎么折腾。桂兰，你高兴得太早了。何淑仪的这个外孙女，手腕比当年的何淑仪还要硬，还要狠，她绝对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哼，他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50年前何淑仪的那些烂账，我们不是早就利用当年的失火事件，在省医学会旧档案室里清理得一干二净了吗？干净！你当年临摹何淑仪4季伪造实验日志的那份原件，很可能还锁在旧档案室的铁皮箱里。一旦被宋宇找到，拿去做司法自己鉴定，我们俩就得在临死前去坐牢。今晚我会亲自安排内线去彻底清理旧档案室，
至于医院那边，你给我盯紧了。喂，请问是温小棠的紧急联系人宋宇宋医生吗？普卫科病房刚刚紧急呼叫，温小棠突然陷入深度昏迷，呼吸衰竭，心电监护仪已经拉响红灯报警了，你赶紧过来一趟。深度昏迷，心率衰竭。我昨天拼了命警告麦科，温小棠是迟发性颅内血肿，可他们说是正常反应。梁敬山，你这是要故意杀人灭口！温小棠呢？他现在人到底在哪里？病人颅内大面积急性出血，刚刚推进去紧急做头部 CT 了。宋医生，你冷静点儿。头部严重挫伤引发的迟发性用膜外血肿在临床上很常见，我们也是按规章程序。我昨天找了你们3次，明确警告过边动性剧痛、颅粘压增高，要求立刻做 CT。是谁捂着报告说没事儿，让他咬牙忍着的？那都是值班护士的口头汇报，可能交接班的时候信息没对上。现在急诊科已经在全力抢救了，你冲我喊也没用啊！值班医生、物外科主任、护士站全被梁家喂饱了，他们故意拖延，就是要制造一场合理死于并发症的意外。这是对一个22岁寒门女生的物理抹杀。出血量80毫升，中线严重位移，早期脑方压迫呼吸中枢，必须立刻开颅减压清除血肿，再拖半小时，人就没了。如果拖延了，会怎么样？不仅下不了手术台，即便今晚大罗神仙降世把他的命吊住，他也大概率会脑死亡，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毫无知觉的植物人。植物人，2天前他还拉着我的手说，哪怕这辈子不当医生了，也要跟我把公道夺回来。他才22岁，一句话就把他的一生毁了。宋医生，温小棠颅内压持续飙升，瞳孔开始散大，等不及了。他母亲还在乡下，最快也要3个小时才能到达。我不是直系亲属，法律上无权代签。若因程序耽误手术，他会在手术室门外就脑死亡。启动紧急电话授权程序，家属电话口头同意并录音备案。你作为代教老师，可以当第三方见证人代签。电话已经接通了。是宋老师吗？俺是小棠的娘，俺家小棠到底咋样了？怎么就突然要开颅了？俺已经在买票了，这就往城里赶。宋老师，你救救他！阿姨，您听我说，小棠脑子里有出血，必须立刻手术。您现在对着电话清清楚楚说一句，我同意紧急开颅手术，授权宋宇老师代签。您别慌，小棠是我的学生，只要我今晚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任何人把她从我手里夺走。俺同意，俺10000个同意，俺把小棠的命托付给宋老师了。求求你救救俺闺女，她才22岁，是俺全家唯一的指望啊！梁敬山连手术成不成功都要派人守在门口亲自确认，他怕温小棠醒来向警方描述出雇凶撞人的具体长相。为了掩盖50年前的剽窃，他已丧心病狂到要一个22岁学生的命。温小棠代理人，病人术中出现2次大面积活动性出血，脑干压迫急剧加重，必须立刻追加双侧去骨瓣减锐。这个手术需要切除大面积头盖骨，死亡率极高，必须家属立刻视频授权。俺同意，医生，不管是切骨头还是切啥，俺10000个同意。求求你们把俺闺女的命留住，她才22岁。
小唐现在怎么样了？阿姨，小唐还在里面抢救，您别慌，我们坐下来一起等。小唐是个坚强的孩子，他会撑过来的。都怪俺没本事。小唐从小就懂事儿，拼了命考第1，拿到省医大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全村人都来俺家放鞭炮。他是俺们全家唯一的念想啊！他要是有个3长2短，俺跟他弟个也不活了。阿姨，您别这样，小唐一定会没事的。梁敬山，你们夺走学术成果还不够，如今还要夺走这群寒门学生活下去的权利。我宋宇发誓，绝不让悲剧在这一代重演。医生，俺闺女。宋医生，温小棠的命，我们通过去骨包减压，暂时从史晨手里夺回来了。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但是术中2次出血对脑干的压迫时间太长，病人目前处于深度的中枢性脑死亡状态，有99%的概率，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也就是说，他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毫无知觉的植物人了。刘教授，我是心外科的宋宇。小唐目前处于深度的中枢性脑死亡状态，他的自主呼吸和脑干反射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命暂时保住了，颅内向压了，接下来48小时是鬼门关，能挺过来，能苏醒，算一线生机。但由于脑干施压太久，就算醒了，大概率也会留下失语、记忆力严重衰退和偏瘫的后遗症。而且有一点可以确认，他现在的脑血管就算醒过来，也经不起任何精神刺激，一受刺激就是2次颅内大出血，神仙也救不回来。阿姨，小唐的命保住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偏瘫和失语，我们以后可以通过高强度的康复训练来治，只要人在，就一定有希望。您在这里坐会儿，我去重症监护室守着小唐。小唐，你用命守住了我们的底线，接下来的风雨我替你扛。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醒过来。昨晚就想过来，吴院长开了一整夜紧急院务会，讨论怎么把温小棠合理脑死亡公关掉。不是，舆论压不住了，加上小唐离奇出车祸，工作组今天一早就进驻。吴院长连夜排班，你之前提的所有条件，院党委无条件接受。撤销开除决定，清除档案污点，恢复你心外科副主任和答辩委会主任的全部职务，公开道歉。宋宇，你只要回去签个字，就能重新站上手术台。梁敬山和吴院长联手把我逼得家破人亡，把我的学生撞成植物人之后，你觉得我还会稀罕你们施舍的这碗饭？有件事儿，我为了保乌纱炮，一直没敢说。上个月切断患者冠状动脉，造成医疗事故后逃去美国的那个周海，我昨晚调取了他全部入职档案。这个周海根本不是海归天才，博士论文全是花钱买的。当年利用省医学会青年科研基金，一路开绿灯把他包装成引进人才，强行塞进心外科的推荐人是梁敬山。他不仅亲笔签字，还强行抹平了周海所有的学术造假举报。
这是梁敬山包庇学术造假贪腐，并导致重大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铁证。我跪了一辈子，所以今天我想跟宋主任一起站着，把梁家这尊伪神拉下神坛。梁敬山，50年前你在我外婆的实验日志上肆意批改，把她的成果据为己有。50年后，你又用同样的签名推荐学术造假的周海，字迹抖了，骨子里的贪婪和傲慢一点没变。小雨，这本子你外婆当年在乡下一直锁在柜子最底下，谁都不让碰。我10岁那年偷偷翻出来，他跟疯了一样冲进来，一把夺过去，红着眼眶重新锁死。他这50年真的再也没翻开过？没有，到死都没再看一眼。你外婆怀着我的时候被医学院开除，赶回村里，后来嫁给你外公那个老实农民，每天天不亮下地干活，冬天挑水，手上长满了流脓的冻疮。村里老人说，刚回村那几年，他每到深夜就趴在煤油灯上，村里妇人笑他被开除了还装大学生。后来他不写了，只是每天黄昏坐在院门口的石头上，呆呆望着省城的方向。1967年3月15日晚，实验重做成功，陈姐在场，亲眼见证并愧对原始数据。妈，这个陈姐，外婆提起过她的全名吗？陈姐，她好像叫陈淑云，你外婆在省医学院最要好的同班同学。你外婆被梁家陷害开除后，她坐了1天牛车去乡下找她，想带她回去申诉。你外婆怕连累她，死活没让进门。她现在在哪儿？我后来听说陈淑云留在了省城，嫁给了一大学教授，退休前一直是省中医院新年科的主任医师，现在应该快80岁了。外婆，你不是不想翻开，是不敢翻，不忍翻。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你最灿烂的青春，却被梁敬山和孙桂兰偷走了一辈子。你用一把锁把真相和尊严锁了50年，今天外孙女宋雨替你把这把锁彻底砸烂。陈淑云，陈大夫，就是送梁家上断头台的最后一个铁证证人。桂兰，出大事了！方系那个2面3刀的东西，正在暗中调取医学会历年的科研基金推荐人档案。方系，那个只配在医患办跟家属下跪赔罪的窝囊废，他查这个干什么？周海当年拿到那50万科研基金，唯一的推荐人签的是我的名字。现在方旭手里已经有那份推荐表的绝密复印件了，一张旧推荐表复印件而已。你这些年推荐的学生成百上千，周海自己学术不断，跟推荐人有什么关系？你还没搞明白吗？周海他上个月心脏搭桥手术中，一剪刀切断患者冠状丹脉，已经死了人。这事经立案，他所有的履历和论文全都是我动用特权一手伪造的。绝不能让方毅再往下查了，万一把那个草包逼急，他把当年洗钱和垄断科研名额的秘密全供出来。方玉还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要重要的是宋宇。他从周海造假查到学术基金黑幕，在顺藤摸到省医学会内部，他是在把我们梁家40年的根基一砖一瓦全拆成废墟。旧档案室那边，昨晚让老李去确认过没有？50年前何淑仪的那些题稿，到底还在不在？老李今早回话了，说当年何淑仪被开除后，档案库里的原始手稿和对比日记早就一把火烧干净了。但是什么？老李说，当年档案被抽走销毁之前，似乎有人在复印里偷偷复印过几张带有手写修改痕迹的就业底稿，带了出去。具体是谁，时间太久，他记不清了。
让他一个一个查，用钱砸。50年前，我们联手剽窃、篡改数据，逼死何书玉的底细，要是被翻出来，比温小棠的事儿大100倍，我们俩都得死在监狱里。还有一个人，陈淑云。何淑仪当年做心肌保护液实验的时候，陈淑云全程在场，她手里极有可能保留着备份数据。这个女人还活着，就在省城。你马上动用所有人脉去查陈淑云的住址，在宋宇找到她之前，我们必须让她永远闭嘴。我是方旭，实名举报梁敬山，利用特权包庇造假，打压异己，证据链已闭环。第一，上月致人死亡后出逃的周海，博士论文涉嫌买卖抄袭，根本不具备入职资格，却拿到医学会50万基金。推荐表上唯一签名梁敬山动用特权强行放行这个医学草炮。第二，19名学生联名举报梁莹莹剽窃论文，梁敬山亲自出面，动用网信特权全网删稿，撤销省报报道，并以伪造联名信为由，终生取消19人规培和执业资格。第三，原心外科副主任宋宇手术零失误，却屡遭无端撤销与推迟。我调取了当年的内部签呈，这一系列人事打压，暗中指使人依然是梁敬山。你长得太像他了。你是？我叫宋宇，我来查一份1967年的论文审定原表。我的外婆何淑仪。1967年的档案，30年前就被列为绝密封存了。省医科学会有死命令，外人一律不准调阅。我是何淑仪的直系亲属，我有权知道真相。你真是淑仪姐的外孙女，她还活着吗？外婆8年前已经带着一生的不甘和屈辱病逝了。我何止认识，当时我就在台下，她根本没剽窃，是被那2人联手冤枉的。审定会前夜，我亲眼看到梁敬山溜进来，在他日志上做手脚，可我不敢说。那时候替他讲半句公道话，就是开除坐牢。那份被篡改的审定原表还在吗？不在了。何淑仪被赶走后第3天，梁敬山就把带有他修改字迹的原始审定表抽走烧毁了。但是你外婆被撕碎的那些实验数据起稿，陈淑云趴垃圾桶里翻了一夜，把核心公式全拼出来，天亮前跪着塞给我。梁敬山几次派人来清，我藏了几10年，等的就是你来问这个名字。外婆，50年前你跪在阶梯教室，眼看心血被撕成碎片，是陈淑云拼了命替你捡回残叶，常爷爷替你守了50年，正义的种子在黑暗中活下来了。常爷爷，我要带着这些证据把梁敬山和孙桂兰告上法庭，您愿意出庭作证吗？我在这间档案室里，从黑发守到白头，50年，除了陈淑云，没一个人敢提起这个名字。
今天你来了，我若再当缩头乌龟，死后拿什么脸去见你外婆？闺女，我的这条老命，今天全托付给你了。梁敬山和孙桂兰，只要一天不认罪，我常建国就陪你在这省城的法庭上，跟他们斗到底。老梁，方旭那个窝囊废，今天下午去了省纪委。我知道，纪委里有我的人，他刚进大门，电话就打到我这里了。那怎么办？他手里有周海的推荐表，所以不能让他再开口了。老梁，你是什么意思？桂兰，我们奋斗了50年，从那个山沟里爬出来，踩着多少人的骨头才走到今天。何书仪、周海，还有那19个学生，哪一个不是我们垫脚的石头？现在方旭想把这些石头一块块翻出来，砸在我们头上。你说，我能让他翻吗？可是杀人是要偿命的。谁说我要杀人？方旭自己有心脏病，加班猝死，不是很合理吗？明天晚上，省医院心外科有个紧急手术，方旭作为科室主任，必须在场。手术结束后，他会留在办公室整理材料，这是他的习惯。我只需要在他的茶杯里加一点东西，他会在睡梦中走，很安详。老梁，你以为我想？但现在不是他死，就是我们死，你选。老李，是我。明天晚上你安排2个人，对，省医院心外科办公室，手脚干净点。桂莲，去把莹莹叫下来，我有话交代她。这是当年审定委员会的投票记录，5票赞成，1票弃权，0票反对。你外婆被全票判定学术不当，当场开除学籍。5票赞成，这5个人里有梁敬山的父亲。梁敬山的父亲梁国栋，当时是省医学院副院长，也是审定委员会主席。其余4票，2个是他的学生，1个是他联棒，还有1个是孙桂兰的舅舅。所以这根本不是一场公正的学术审判，而是一场家族私刑。我当年就在现场，何淑仪站在讲台上，她说我没有抄袭，这些数据是我在实验室里熬了300通宵做出来的。你们可以开除我，但不能污蔑我。梁国栋当场宣布结果，梁敬山坐在台下第1排，嘴角挂着一丝笑。孙桂兰，她那时候叫孙兰，就坐在何淑仪后排，手里举着那几页伪造的实验日志，哭得比谁都惨。他们早就计划好了。对，你外婆被赶走后第3天，档案室突然失火，所有与她有关的原始审定表、实验原始数据备份全都烧了。我冲进去抢出几本无关的档案，但真正重要的东西已经被梁家人提前抽走了。常爷爷，您刚才说陈淑云当年找过我外婆，她现在住在哪里？您知道吗？你问对人了。陈淑仪退休后住在城西和养老院，她儿子在美国，这些年1个人过。但是梁家的人也在找她。前天有2个穿黑夹克的去养老院打听过她。我必须马上过去。常爷爷，您自己小心。闺女，把这个，这是他们毕业前照的，你去见陈淑云的时候带上它。周海的手术记录，术前评估签字，梁敬山的推荐函，证据链还差最后1环。宋宇，是我。梁敬山强行塞周海进心外科，走的是特殊人才引进通道。省医学会内部有个秘密档案库，所有违规签省都在里面。明天我去医修学档案库调取这批文件，只要拿到原始签抽，就能证明梁敬山不仅在周海这件事上违规，
而且形成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特权输送网络。你等我消息。谁？方主任，梁老让我们问候你。你们敢在这里动手？来人啊！用药瓶栽赃也太小看我了，这玩意儿验出来就是刑事案，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干净，查不出任何毒素。陈奶奶您好，我叫宋雨，我是……不用说了。你走进来的第一秒我就知道了，这双眼睛和舒逸一模一样。这张照片是我们毕业那天照的。舒逸拉着我说：“老陈，咱们以后要在同一家医院工作，一起做研究。”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后来呢？你外婆她后来怎么样了？外婆回到乡下，在红薯地里干了一辈子，手指关节全部变形，虎口常年裂着血口。临终前，她一直喊着梁敬山的名字，到死眼睛都没闭上。当年我被拦在门外，她隔着门缝对我说：“淑云，别管我了，你有你的前途，别被我这滩烂泥拖下水。”我跪在他家门口哭了一整夜，天亮才走。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这里面是你外婆被撕毁的原始实验数据，我从垃圾桶里一页一页拼回来的核心公式，还有一份他当年的实验日志原件。这是档案室失火那晚我趁乱从火盆里抢出来的。梁敬山让人烧档案，但没来得及烧它。你看这一页，这是你外婆最后一组实验数据，旁边这个签名，梁敬山的父亲梁国东在上面批了数据不实4个字。但你看这个时间，1967年3月15日晚上11点，而梁国栋批注的时间是1967年3月15日下午3点，时间对不上，实验还没完成，审定结论已经写好了。这就是证据。他们连戏都懒得做全套，我等了50年，等的就是个有人带着这双眼睛来找我。孩子，拿去，我跟你一起把当年的事一个字一个字说清楚。陈奶奶，谢谢您。不用谢，我欠你外婆的，这辈子该还了。吴院长，方主任呢？在里面。护士巡访时发现心外科办公室灯还亮着，推门进去，他已经没了。不可能，他昨晚还给我打过电话，说今天要去医学会档案库调取签呈原件。吴院长，初步判断是心源性猝死，死者生前有心脏病史吗？有，高血压和冠心病，院里每年体检都有记录。不对，方主任虽然有3高，但心功能指标一直控制得很好。他前天还做了一台8小时的搭桥手术，他怎么可能是心源性猝死？你是死者的同事，心外科副主任宋宇。目前没有外伤，没有搏斗痕迹，死亡时面部神态也比较安详。根据初步判断，排除他杀。当然，最终结论需要法医解剖后才能确定。吴院长，这是方主任的包，收拾他办公桌的时候在椅子底下发现的。存储卡被人拿走了。什么存储卡？方许留了录音。这3条红线的指证，他在昨晚就做好了完整的证据链。然后昨晚他死了，存储卡被取走了。
不会有人敢。吴院长，从现在开始，请您把方主任的遗体冷冻保存，并通知法医做完整的毒理和药物检查。还有，我实名举报省烧学会终身会长梁敬山涉嫌雇凶杀人。爷爷，奶奶，方旭死了，省医院副院长方旭昨天晚上死在办公室里了。老梁，慌什么？方主任有心脏病，这是整个省医院都知道的事儿。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大，突发心源性猝死，实在令人惋惜。可是网上已经在传了，说方旭死前正在调查周海的事儿，还说他是被人灭口的。哼，网上今天传这个，明天传那个。你奶奶打个电话，那些谣言10分钟内就能清理干净。说，梁老，活儿做干净了，录音笔、钦差卡已销毁，办公室没留任何痕迹。但有个问题，那个宋宇，他没死，他天没亮就去了停尸房，还跟警察说要实名举报您。他找到陈淑云了吗？找到了，我们的人去晚了一步。今天早上，陈淑云的养老院房间空了，房东说他连夜被一个年轻女人接走了。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找出来，必要的时候连宋宇一起处理掉。明天去档案库调签署原件，等我消息。方主任昨晚给我发这条短信和录音的时候还活着，4个小时后他被发现心源因猝死，存储卡消失。梁敬山一定是知道了。他连方系都敢动，这个人疯了。陈奶奶，您能证明1967年审定会在实验完成之前就写了否定结论，对吗？能。那天晚上我和舒一起做实验，凌晨才完成，而梁国栋的批注落款时间是下午3点，时间本身就是铁证。梁家50年，从梁国栋到梁敬山，从孙桂兰到梁莹莹，4代人编织了一条完整的剽窃、打压、封口、杀人的犯罪链。这些证据足够把他们送上刑事法庭。宋老师，俺家小唐的事儿也能告他们吗？能。小唐的车祸不是意外，昨天警方调取了红星路的监控，撞他的那辆车车牌是假的，司机戴着口罩和帽子，但这辆车的车主是梁敬峰一个远房亲戚。俺就知道俺闺女不会平白无故出事儿。他们怎么那么狠心？她只是个孩子啊！宋医生，有个情况我得当面告诉你。今天凌晨，院里突然下了通知，文小棠的脑死亡评估被加急排上日程。什么叫脑死亡评估？俺闺女还活着，他们就要判她死吗？刘教授，谁签的字？神经内科主任以及省医学会派来的特派评审专家。按照程序，如果专家评估认定脑死亡成立，家属就要面对是否继续用机器维持体征的选择。小唐说过，等他当上医生，要回来给村里人免费看病。俺家穷，但俺知道做人的道理。有人想把俺闺女的命当成证据烧掉，俺偏不让他们得逞。宋老师，俺不懂法律，不懂医院那些规矩，但俺知道小唐是因为跟着你讨公道才出的事儿，所以俺信你。你说吧，需要俺做什么？阿姨，我需要你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在媒体面前讲出小唐的事，把梁家雇凶撞人的事实，把医院拖延 CT、故意置人于死地的真相全部讲出来。俺讲，只要能把那些害人精送进牢房，俺这条命不要了都行。当年，我也曾经这样握着舒怡的手，说我一定帮她讨回公道。后来我没能做到，我被家里拦住了，
一拦就是50年。今天咱们一起。李记者，我是宋宇。上次被撤的稿子，我这里有一篇更重磅的。这一次，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各位记者，感谢你们今天到场。我叫宋宇，前省医院心外科主任。今天这场发布会是关于一桩持续了50年的罪行。50年前，何淑仪独立完成体外循环心肌保护液配方，实验成果被梁敬山和孙桂兰联手剽窃，本人被构陷为学术不端，开除学籍，押回农村。此后50年，他在黄土地上握锄头，到死都没能再摸过一次听诊器。这是何淑仪的原始实验日志。1967年3月15日晚上11点，他写下了最后一组实验数据。而同一天下午3点，在实验尚未完成之前，审定委员会已经在他的记录上批下了“数据不实”4个字。签字人是当时的省医学院副院长梁敬山的父亲梁国栋。时间不会撒谎，这份证据由何淑仪的同班同学陈淑云大夫当年亲手从火盆里抢出来，保存了整整50年。我陈淑云以50年行医生涯发誓，1967年何淑仪的心肌保护液研究系独立完成。梁敬山与孙桂兰篡改日志、剽窃成果，铸成冤案，这令我终身噩梦。我常建国守了50年档案室，亲眼见梁敬山篡改何淑仪审定表，怕丢工作不敢说，今天说出来，死后能去见淑仪姐，问心无愧了。除了50年前这桩跨越半个世纪的冤案，梁家在今天依然在用特权剥夺年轻人的未来。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今天最重要的一位证人。这是被传涉嫌学术造假，甚至传闻陷入脑死亡的规培生温小棠。各位媒体朋友，我是温小棠，我没有造假，我也没有脑死亡，我还活着。我大学4年所有的实验原始数据、时间戳记录，以及梁莹莹以学籍和父母医药补助威胁我，让我当枪手的所有聊天截图，全在这里。还有，3天前在红星路撞我的那辆车，司机根本不是误撞，那是梁家因为害怕真相曝光，对我进行的蓄意谋杀。各位，这5位证人陈淑云、常建国、温小棠的母亲、死去的方系副院长留下的举报材料，以及19名被剥夺成果的寒门学子的联名信，总共跨越58年的证据链，将全部提交省高院和最高学术监督机构。梁敬山、孙桂兰，58年前，你们问我外婆要一份她没有偷的答案，58年后，我带着这些答案来回答你们。你们那些靠偷窃得到的荣耀，我不认；这些被你们踩在脚下的普通人，也不认。全说出来了，当着全国媒体的面，全说出来了。梁老，省高检刚刚发布公告，正式立案调查。梁老，工作组马上就到，要全面封存省医院的心外科所有手术记录和引进人才档案。您当初推荐周海的材料也在他们调取的清单里。发布会结束前10分钟，省纪委通报，已收到方县生前托人提交的10名举报材料及录音备份，正式介入调查。梁敬山被暂停省医学会会职职务，限制出境。录音备份，方系死前已经把材料送出去了。爷爷，怎么办？我不想坐牢，我什么都没做，都是你们让我做的。梁敬山先生，我们是省公安厅的，请开门配合调查。桂南，走到头了。
你的名字，小雨替你拿回来了。宋老师，我看到了，梁敬山被带走了。是的，被带走了。你看到了吗？阳光照在何书义的名字上，多亮。书义，我和老常把当年没说完的话经都说完了。50年，我还是没白受。如果后人里有学医的，告诉他们，做医生行得正，坐得端。外婆，那扇关了50年的门，我帮你推开了，里面的白大褂还在，上面的灰我给你擦干净了。